条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真品，北宋，当前价格80万，20年后价格1300万。唐代刻花琉璃瓶真品，当前价格50万，20年后价格56万。大爷，你确定都不要了？都不要了，你别问那么多了。到底有钱没有？这里面是50万现金。好，这50万可以算你付个首付。你签下这合同，7天之内付清剩余的150万。好。终于可以去西方享福了。真是败家呀！这以后怕是要后悔死了。这儿呢，就作为正房，这个正房我就作为收藏室，旁边的厢房就作为卧室，完美。哎呀，这第一件藏品呢，就是群芳献瑞碗；第二件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还欠着大爷150万尾款，7天之内就要还清。先把这琉璃瓶卖掉吧。林先生，你又来了。有好宝贝肯定来这里啊！来，这竟然是唐代的刻花琉璃瓶啊！姜老板，好眼光。林先生，你这2日又是鸡毛掸子，又是木雕，现在又拿唐代的刻花琉璃瓶，是不是倒斗的？我哪会倒斗啊，就是运气好。我就开个玩笑。这个琉璃瓶50万，成交。给50万，还差100万就能凑齐剩下的钱了。哎，林先生，你要是后面还有什么宝贝不方便携带的，可以直接给我发信息，我带人上门收购。好，再去古玩街看看，能不能淘到值钱的宝贝，凑齐这100万。都走一走，看一看啊，都是好东西。这么多人啊，都是茶具啊。嘿，没错，我这里卖的都是茶具，什么茶壶啊、茶杯啊，各种都有啊。只不过路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玉坠当前价值30万，20年后价值40万。这玉坠不错呀。你干什么？嘿，看不出来啊，打劫劫匪。哎呀，王老板，你看看，就是这间四合院，风水好得很呐。不错，不错。哎，干嘛呢？这不是王老板过来看看这套房子吗？这我已经买下了，而且我已经给了你50万了，我还差150万就能结清了。我告诉你啊，人家王老板可是打算直接出500万，直接买下这套四合院的。你想反悔啊？咱们可是签了合同的。反悔又如何啊？这合同上写的是150万尾款，1天之内结清。1天？不是说好了7天吗？好啊，你个老头子，你还敢篡改合同？今天你要么拿出150万，要么收拾东西滚蛋。你好，你这个老头够阴的，150万是吧？看来今天得把他卖了。一个小小的茶碗想卖出150万的高价，简直是笑话。有宝贝速来。 OK， 小伙子，你别做白日梦了，这四合院不是你能够买得起的，快去打工赚钱才是正道。什么人啊？荣宝楼江燕婉前来收货的。这小子难道真的能凑够钱？宝贝呢？就一个破茶碗能卖150万？好一个南宋土豪文件展，150万我要了。行，什么？真的值150万？群芳献瑞碗真品，清代，当前价格100万，20年后价格1500万。这是康熙御制瓷胎画法劳宫粉地群芳献瑞碗，20年后价格已经飙到1500万，这我必须拿下。哎呀，小伙子，就是有眼光，这碗可不一般呐！这碗可是打清朝王府里流出来的，可不便宜啊！这个老板呀，不识货。老板，这碗多少钱？你能给多少？100。哪有你这样给价的？至少1000，绝不还价。成交。来，你真不还价啊？哎，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啊！我怕你反悔啊！1000块钱买了一个大宝贝。体内的能量又增加了，我感觉再有几个古董，我就能够有所突破了。哎，龙眼雕关公像真品，当前价值40万，20年后价值50万元。没想到还真有宝贝啊！通体紫红，颜色很深，却又透着一抹辉光，这绝对是有年头的呀！老板，你看我这刚花1000块钱买了一个碗，你这雕像便宜点卖给我得了，我送礼用。行吧，这关公像200，你拿走吧。200块，这老板真是个大善人。来，好，成交。哎呀，
浑身充满了力量，再找几件骨头，新的异能马上就要觉醒了。慢走啊！神眼开。真品唐朝当前价格200万，20年后价格1800万。哎，唐朝的金刚降魔杵，这寺庙为了修缮，把传家宝都卖了，我可不会放过这好机会。就这个了。施主好眼力。上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吧？最近有传言法印再一次谢世，所以本地的黑帮盗匪多次袭扰本寺。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动手啊！阿弥陀佛，没错，法印谢世的消息真假我不得而知，需要施主亲自去寻找了。施主手持4部密藏经文，注定会找到法印的，可以去西部的土丸界看看，或许会有线索。阿弥陀佛。这西方的古玩市场比我们那里冷清多了，不过这样也好，到时候我们去拿法印，就不会惊动本地其他势力了。上师啊，说这里会有线索，但是关键的是主要怎么去找。李司长，那个是不是就是法印？走，咱们去看看去。这法印是有些年头的。林司长，你说我们来这里能找到天铁法印吗？当然不能了，这都冈楼啊是以乾隆14年修建的，是密宗修持4部秘法所致。咱们啊得从这些接缝里面找到下半页经文。这里经书万卷，找起来太麻烦了。神眼开。这古籍应该也值不少钱吧？找到了。这么快？这上面写的什么？咱们估计要去青藏密宗寺。这么远啊？你不是说只要有宝贝，天涯海角你都去吗？我现在就买机票。就是这里了。终于到了。诸位，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这王彪是我们华国古玩界的叛徒，他们珍宝楼早就已经外强中干了，所有的藏品都被这王彪卖给了东瀛文物会社。这个组织啊，就是来咱们华国来抢夺文物的。杜汉奸，你所言属实？当然属实。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据？这3件藏品就是证据。这3件根本就不是你们珍宝楼能拿得出来的，他们要么是古代时华国赠予东瀛的文物，要么是近代从华国掠夺到东瀛的文物，可都是国宝。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说珍宝楼有这3件藏品。王彪，你与外部势力勾结，想破坏华国古玩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你胡说！这3件全都是我买的，只是我暂时隐藏起来了而已。无所谓啊，反正呢，这3件藏品已经归我了，你还是等着东瀛文物会社和那些老板找你算账吧。你们别忘了，他们荣宝楼垄断市场，那我们才不愿意跟叛徒为伍。王彪，还不束手就擒？不可能！荣宝楼万岁！荣宝楼万岁！万岁！荣宝楼万岁！李司长，荣宝楼赢了。扳指，神眼看。李莲英翡翠扳指赝品清代，当前价值20万，20年后价值20万块。这时候李莲英翡翠扳指已经在博物院了，这个最多也就是个普通玉扳指。说吧，想卖多少钱？200万。你这翡翠扳指是个赝品，我们不收。你放屁！这可是我老祖宗留下来的李莲英的翡翠玉扳指，绝对是清代的。你是不是欺负人不懂行啊？我看那个就像是清代的。大家听我说啊，荣宝楼欺骗顾客，大家不要来这里卖，要卖呀就去珍宝楼卖。林司长，我看这个确实是清代的。各位，这扳指呢确实是清代的，不过呢不是李莲英的扳指，只是普通的翡翠扳指，是个老假货，因此呢我只能按普通的翡翠扳指来收了。你说假就假呀，这上面可是刻着李莲英3个字呢。这还需要我跟你解释啊？那李莲英的扳指就在博物院里面呢，
这博物院一个你一个，你比博物院还真呢。说的对，这就是假的。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就是珍宝楼派过来的间谍吧？你别胡说。回去告诉王彪，别以为勾结了外部势力就能赢。切！来，继续。来，各位继续。小伙子，哎，能不能看看这壶？帝王绿翡翠价值6000万，现在是这些宝贝当中价值最高的，放到 C 位吧。古董和帝王绿都有了，但是总感觉差了点什么。差什么呢？这么久了也没能捡漏一些名人字画。燕婉的电话。喂，燕婉小姐。恭喜啊！我可是听说你在赌石大会上开出了极品帝王绿，并且又赢了陈安那家伙。收拾他还不是顺手的事儿，正好帮你出出气。作为感谢，我打算带你去参加一场私人画展。私人画展？书画收藏家叶老70大寿，所以办的私人展览，外人可是进不去。什么时间啊？展览时间是后天下午，你帮我给叶老准备一件寿礼。就1天，时间有点紧吧？加油，我相信你。到时候我给你100万作为报酬。好吧。私人画展有意思，说不定还能让我得到什么名画呢。明天先去市场找找寿礼吧。卖到哪里了？哎，说不说？我说，我卖给了东瀛文物会社，他们给我赝品，让我把正品换掉，一件宝贝给我50万。万思道，你个白眼狼，50万一件，你就给我卖了！东瀛文物会社，好熟悉的名字。松下一郎，你们交易地点在哪儿？他们的地点都不一样。那这一次呢？在远洋码头。行。哎呦，你看看，50万一件，他就给我卖了。先别着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这个交易地点在远洋码头，估计这个东瀛文物会社是想将这兰亭集序还有其他的文物一起走私运出国，到时候夺回来就行。连思成，如果你能把我这些宝贝都找回来，这兰亭集序就是你的了。呀，你先别着急，我去就会。燕婉，你照顾好叶老。这假货能派上用场。看着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玄机。这看来看去，不就是一些市面上常见的仿品吗？鬼市想要拿到情报、秘密或是宝贝，都要先过关。过关？就是告诉他们你是内行。跟我来吧。哦。老板，这些都是你画的？对，看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我看这些也没什么稀奇的。你看看他临摹的那幅画，是不是董其昌的那幅画？九峰含翠图残次品，当前价值200万，未来价值300万。这是董其昌的《九峰含翠图》，清代著名画家董其昌的山水画代表作，就连康熙皇帝都赞不绝口。不过这个已经被修复过了，只能值200万。怎么样，是不是董其昌的那幅画？眼睛可真够尖的，这是董其昌的《九峰含翠图》，看着不是很真啊，难道贝尔分过？没错。老板，你临摹的这幅画怎么卖？这可是我传家的宝贝，想要100万。老板，你这都假话，怎么还卖100万？你想钱想疯了吧你？100万，我买了。150万尾款结清了啊！赶紧拿着钱找你儿子养老去吧。这真的凑齐了150万。既然这四合院已经卖出去了，那我去找其他的房子了。王老板，王老板，我其实还有一只八哥，你要不要啊？江老板，今天多谢你前来救急。只要有好宝贝，天涯海角我都会去。那好，我这里还有个玉坠。还有，这个值30万，但是我今天出来只带了150万，剩下的你跟我去荣宝楼取。好。师傅，这些我都已经登记过了。好，我检查完你就入库。你先拿30万过来。哎，
江老板，你这儿的宝贝还真不少啊。牛远湖真品明朝，当前价格60万，20年后价格1200万。真不错呀，都是好东西。这是明远湖啊，腐若同心，养如鼎仪，这厚重感只有明远湖才有啊。江老板，你这壶不错呀，多少钱啊？我这壶不卖。我出60万。林先生，我知道你看出这是明远湖了，但是在我这里捡漏可不是好选择。下面请荣宝楼发言。这珍宝楼的第一件藏品是东瀛奴王国金印，这金印是华国汉光武帝赠送给东瀛奴国王的。这上面的篆文是分3列，以英文刻的，东瀛奴国王。回答正确，荣宝楼得1分。下面请珍宝楼发言。荣宝楼的这件印，我不知道是什么。这是密宗至宝支扎寿天铁法印，怎么？你们珍宝楼的鉴宝师这都不知道？你天铁法印估价500万，东瀛奴国王金印估价600万。珍宝楼得1分，第一局1比1平局。好，我去，都是真品啊！这比赛有意思。第2轮开始。计时1分钟，开始鉴宝。这看起来像是刚出土的宝贝啊，汉代的。哎呀，真是好眼力啊，确实是汉代的。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从哪弄来的？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是富山炉，这个是玉武人，这个是青铜燕尊，这个是燕鱼铜灯，这些啊都是从张安氏的墓中挖出来的。张安氏墓，他的墓被发掘出来了。其他的我不清楚，是有几个盗墓贼挖出来的，被我截胡了。是真的，至少从器型还有身上的土能看出来是西汉的。这些你都要卖吗？这个那个，一共是370万。给370万。哇，林先生，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难道江夜晚小姐要和我约会啊？你想多了，今天晚上是鬼市开放的日子，我想让你跟我去看看。鬼市？对啊，每年的今天都是鬼市开放的日子，那里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宝贝。那行，我们到晚上就去，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捡漏的机会的。那晚上见。好。这里就是鬼市啊？怎么看着平平无奇啊？看着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玄机。这一幅松溪吊挺图，吴兴公子观当代，雍也继之早擅长。这是元代赵雍的代表作。搜西吊挺图赝品，当前价值80元，20年后价值30元。还是假的？这叶老不是大收藏家吗？掌上的18幅居然全是赝品，这有问题。林先生，这怎么了？啊，没什么。这一幅你一定会喜欢。神野，开。兰亭集序真品，当前价值800万，20年后价值8000万。这件是真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我的镇宅之宝啊！叶老，您这里果然都是宝贝。这都是我毕生的收藏啊！叶老绝对是国内第一书画收藏家呀！过誉了。这里坐着的不乏识货之人，燕婉小姐的鉴宝能力也并非常人。看来大家都认为叶老收藏的是真迹，选择欣赏而没有去鉴别。或许正因如此，给了小人调包的可乘之机。必须找个机会把这个事情告诉叶老。叶老，方才我听说您有收藏室啊？啊，这个有。叶老不仅收藏字画，各种珍稀的古董也收藏了不少。我对这个稀奇宝贝啊特别感兴趣，不知可否一赏？这溥心是清末皇帝溥仪的从弟，也是书画大家，号称西皇上人，怪不得这鸡毛掸子现在能值8万。老板，这鸡毛掸子多少钱啊？这鸡毛掸子1000块。哎呀，小伙子，这可是京城菜市扎胆，专供宫廷，俗称贡胆。老板，你少扯了。你看这毛色又杂又乱的，还有这杆子是最普通的，跟你说的贡胆没半毛钱关系啊。哎呀，还是个内行。我呢就拿回去啊，去扫扫墙上的蜘蛛网。这样吧，2块钱。行吧。来。我感觉身体内
一股新的能力在孕育。难不成我的透视神眼还能吸收古董里的能量，让我觉醒新的能力？那我可要多找宝贝，看看能觉醒什么能力了。哎，老板，咱们这古玩市场哪家鉴宝行最大？小伙子，一看你就是外地人。这西京最大的鉴宝行非荣宝楼莫属啊！而且荣宝楼的老板娘还是个大美女呢。啊，行，谢谢啊。买宝贝还是鉴宝？鉴宝。不是鉴宝吗？宝贝呢？这个就是。你还跑？你非但没让荣宝楼把文物吐出来，还把我们东营的文物宝贝带了进去，不敢！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别开枪！别开枪！我还有办法。说。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去荣宝楼把宝贝偷出来。今天他们获胜，一定会放松警惕的。真的？真的，这。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次机会再失败，你就等着切腹自尽吧。小子，这儿。苏先生，消息全都搬走。好。那你被发现了，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家伙会用下三滥的手段。电死虫，别来无恙啊，松下先生。我觉得这次事情很奇怪。市场优胜劣汰，他们让我们把宝贝卖出，这件事本身就很有问题。这只是其一，关键是这荣宝楼已经坐拥无数珍宝，他们还敢采用斗宝的形式来比。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面肯定有人支持珍宝楼。是谁？东营文物会社。东营文物会社？他们为什么要资助珍宝楼？那王彪是个叛徒啊，跟王思道一样。真的？之前啊，我在远洋码头就看到王彪在那儿卖古董，这珍宝楼的都被卖得差不多了。所以呢，现在大多数的珍宝啊都在荣宝楼。哦，我明白了，东营文物会社想要低成本把宝贝卖出，再让我们吐出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找珍宝楼的事情了。所以呢，这东营文物会社肯定已经支持了他们珍贵的古董，所以他们才敢和我们斗宝。那这下麻烦了。怎么了？近2日来，他们来荣宝楼问宝贝，只问不买。对手已经摸清我们的底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件新的宝贝跟他们斗宝。时间还有3天，我们开免费鉴宝会，看看能不能收上来什么新宝贝。能收上来最好，实在不行就从收藏室挑2件。好。老板，这个寿桃宝石多少钱？我做寿礼用。这个材质是红宝石的，120万。寿桃宝石，玛瑙材质，当前价值20万。这老板可真是狠呀！行，那我要了。小姐，你都不砍价吗？红宝石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啊。这玛瑙的根本就不值。你小子谁呀？上来就打场子！你买不买东西？不买就走。小姑娘，别听他瞎说，这就是红宝石的。哎，你鉴宝很厉害吗？还可以。那你在这里挑选一件做寿礼，你会选什么？元婴寿碟真品，当前价值400万，未来价值420万。这是元婴寿碟，当年给乾隆皇帝80大寿的寿礼，这要是拿去当寿礼，正合适。要是我的话，我就选这个。这不就是一破纸片吗？对呀，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在这里忽悠人家小姑娘。看来是你想要这块红宝石吧？原来是这样，你也太阴险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老板，那这破纸片多少钱？5块钱，给钱走人。哼，5块钱的元婴寿碟，乾隆要知道了，非得诛你9族不可。到底是谁不识货？您打算怎么付款呢？陶老大，别着急嘛。还有什么宝贝，我都要了。哎呀，没了，都在这儿呢。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你付钱。哎，来。砸场子，干他！你想要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要捣毁你这窝点！我跟你可是无冤无仇啊！你只要贩卖文物，那就跟我有冤有仇。
你们两个兔崽子，给我等着！我一会儿再收拾你们！快！我跟你拼了！先把这些收到灵宝空间吧。这个年代，国家对文物还不够重视。既然老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还赐予我神眼能力，那我就把这些未来流落国外的古董都截胡下来。我不但要捡漏赚钱，更要守护华夏的文明瑰宝。那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得到的？那天夜里，我去给俺爹上坟，结果下雨把路冲坏了，我只能走小路。走着走着，突然就掉进了一个大坑，把我给摔的，现在屁股都还疼。但是我一看周围全都是一些古董，我觉得肯定是祖宗显灵赐给我宝贝了。哦，原来是大禹把张安氏的陵墓入口给冲开了。大叔，这话你还跟别人说了吗？啊，说了，谁问我都说了。完了，盗墓贼恐怕已经在盗墓了，必须赶快过去。那地方在哪儿呢？就在城市南郊区那边。好，谢谢啊。这里应该就是张安氏的墓了。这是青铜燕尊真品，当前价值100万，20年后价值120万。这是张安氏墓中的青铜燕尊，价值100万的宝贝。不好，已经有人下墓了。这就是觉醒的新能力灵宝空间吗？神兵！林思成，试试看是你快还是我枪快？懒得跟你废话。不哥，这什么玩？这一箱应该就是叶老的古董了，剩下的我就收下了。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之后再卖给荣宝楼，还能再赚一笔。让你久等了，叶老，你快看看这些古董有没有少什么东西没有？哎呀，太好了，都在，你竟都找回来了，这1000万我都准备好了。这是兰亭集序，你也收起来。叶老，这不是你的传家宝吗？哎呀，我老了，这些宝贝啊，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我有生之年，给他们找一个能保护他们的人。好。神眼开，曼生瓦当壶真品，当前价值800万，20年后价值1亿。这是著名的西陵8家之一，清代陈曼生瓦当壶，上面还有他的刻字，错不了。20年后价值在1亿，无论如何必须拿下，这绝对是荣宝楼获胜的关键藏品。这是我的朋友临走前送给我的一个壶，说是出自名家之手。老先生，这壶呢是曼生瓦当壶，确实是真，您确定要出手吗？你看看能给多少钱吧？这壶的品相不错，我出300万。哇，值这么多呢！哎呦，这可是发财了！谢谢，妥善保管。现在这市场上的珍品真是越来越少，这都3天了，也没收上来什么值钱玩意儿。这样下去，别提斗宝了，能保本就不错了。别气馁呀！哎，要不你好好看看我给你的这个壶，那可是300万，用来斗宝肯定不行啊。这是陈曼生的瓦当壶。哎，我呀之前都没敢声张，这个至少值800万，而且还非常有升值空间。决定了，这就是第一件斗宝的藏品。老板，3万我要了。哎，好，3万你敢要？来，你看这情况都不是真的。就是，这老板说是祖传的，故事谁不会编啊？3万风险太大了。你这，3万我要了。我就喜欢这款式。小伙子，还是你有眼光。是我先来的，我王彪先付的钱，当然是我的了。那你这不是明抢吗？什么明抢？我堂堂珍宝楼的鉴宝师，看中的就是这青花瓷的价值。我王彪这双眼就是神眼，只看真品。神眼？我倒要看看我们谁是神眼。
怎么，小子不服啊？咱们比试比试。求之不得，比就比。好啊，那咱挑一个摊位，看看谁捡的宝贝好。要是你赢了，我就把我捡到的好东西和这个元青花一起给你；要是你输了，就跪下来给我磕3个头，说王彪是最强的鉴宝师。可以，我透视神眼在此，还怕你不成？那就那个吧，13号摊位。好。嗨，有人比捡漏，走，看看去，看看去，走。两位要点什么？随便看看。那行，那你们随便看看啊。哎，老板，这个怎么卖？这就是觉醒的新能力灵宝空间吗？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获取的宝物暂时存放在这里。但是，该怎么出去呢？哎，我去，原来是这样啊！嘿嘿，哎，哇，嘿，嘿嘿，嘿，嘿，哇，嘿，哈哈，哎，嘿，哎，哦，嘿，哎呀。哦，这样就方便多了。嘿，哎呀，都怪你，东西没带齐，要不这次发大财了。我怎么知道木门那么结实？结实，结实，证明里面是大人物。盗墓贼！我投降，别打了，别打了。我跟你说，你就是欠打。我把我珍藏的宝贝都给你。宝贝，想来这家伙欺行霸市这么久，应该也有不错的宝贝。在哪儿呢？在我办公室。哦，走，咱们俩去看看他们的宝贝。哇，这么多！神眼开！哇，珍品宋代，当前价值300万，20年后价值3000万。意外之财啊！紫金釉西沙撒金箔，光亮如镜，如燃紫金。真没想到，这一趟不仅有价值5000万的法印，还有3000万的金箔。啊，这是金箔？没想到吧？这是宋代紫金釉西沙撒金箔。虽然被抓过来，但这次出行也没有白来。哎，虽然那些文物啊没有这些值钱，但都是珍品，咱们把它们全部打包带回去。走。我呀，有的是钱。先生贵姓啊？啊，姓林是吧？想要什么东西啊？只要是个好宝贝，我都想要。我呀，有的是钱。那这可就难办了。每个人都想要好东西，那我也没这么多呀。这人胃口可真不小，但是他持有的宝贝肯定不止眼前这些，现在还不能贸然行动。来，这些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你很有诚意，我就喜欢和你这种人打交道。但是规矩我先说一声，我们这个团队呢，家大业大，在海外也有很多的生意。一会儿就会有一个东瀛的商人过来，我们呢是老朋友。一会儿人家挑完了，再轮到你。行，还有东瀛的客户，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国宝流失海外。口尼奇哇！啊，松下先生，您来了。刀先生，好久不见。这次我带着仙进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准备好宝贝？当然准备好了。叶老的收藏室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是啊，不输荣宝楼的收藏。我的毕生收藏都是拜好友所赠啊，与荣宝楼还是相差甚远呢。叶老，这荣宝楼啊，下月计划做一场古董展览，我斗胆啊向您借一幅字画，您看，借哪一幅啊？《兰亭集序》。这林思成跟叶老并不熟悉，这么做有些过头了吧？是啊，这兰亭集序是叶老的珍藏，岂能轻易借给荣宝楼展览？李先生，这兰亭集序价值太高，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怕是不好交代呀。就是，你也太放肆了。哎，无妨，是荣宝楼借兰亭集序，
又不是林思成个人借。我想这也是燕婉的意思。没错，主要是想借叶老的宝贝真人场子，作为噱头，吸引更多的外地商，繁荣我们本地的古玩市场。尽管拿去，无妨。也算我为西京的古玩界贡献了一份力量了。那我们明天就来拿。好，我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就移步饭店吧。林思成，你明知道这东西是个假货，为什么还要买？虽然是个假货，但咱们可以以假乱真啊。真的吗？这个就是个诱饵，咱们带着它去这里最大的几个鉴赏行。如果真品现世的消息是真的话，就没有人会买咱们的赝品。可如果有人买下，就说明这个真品现世的事情是假的，咱们可以打道回府嘛。好一个以假乱真，我们走。哎，二位，欢迎光临茶哈珍宝馆，我是老板茶哈。二位是鉴宝还是收藏啊？出货，拿来看看。假货可不收啊！我这可是清代的支扎寿天铁法印啊！我知道，假货啊！你都没看？不用看，假货。不用看，你怎么知道这是假货？你难道没听说过这法印现世的传闻？哼，法印就是现世，也到不了你手里。老板，你是不会鉴定，还是想压价？我不瞒您说，真正的支扎寿天铁法印在鉴定协会手里，而且明天晚上就在地下拍卖会拍卖了。你手上的怎么可能是真的？原来如此。走一走，看一看了，慈禧老佛爷的扳指。神眼，赝品塑料，当前价格10元，20年后价格1元。老板，你这塑料做的，算了吧。来来来，看看周朝的青铜器。上周的还不错。我是当年永乐大典的19世孙，这是我家传的永乐大典，真品不贵，100万。永乐大典全页都有11095的呢，你这恐怕连个目录都不够吧？看来呀，今天运气不行，啥都没有。哎，听说陈氏赌石坊在那边新开了一家新店，很出货的。走，我们去看看。赌石坊去看看。帝王绿，帝王绿，帝王绿！哎，居然又没有！蒋老板，别生气呀，这赌石可不像你们古董，这第一眼的感觉再准，是不是还要看运气呢？等等，哎，我说我们昆仑帮不来，你这些宝贝准备卖给谁啊？就是，不好意思啊，段先生，这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了。嘿，你问问他们，没有我谁敢买？段先生，这机会人人平等。你找死是吧？但邢老板，这拍卖会还没开始呢，怎么就发这么大火呀？消消气呀，消消气。你说呢？要不是你手快拿到了宝贝，我会来这里竞拍。别废话了，开始吧。好，那现在就开始。这个人好生霸道，而且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法印来的。今天拍卖会有3件拍品，下面是第1件。我们都听过王璧归这套典故，那这块大名鼎鼎的和氏璧，这块就是这块玉璧，形制与和氏璧相同，但是材质则是更加珍贵的和田玉。那有什么用？不要。神眼，和田玉璧真品，当前价值60万，20年后价值120万。这是一块一般的和田玉，升值空间也一般，不用把精力花费在这上面。南宋兔毫文件展真品，当前价格150万，20年后价格180万。真有货！南宋兔毫文件展存世量不多了呀，大多都是碎片，这完整的还真是值不少钱啊！哎呀，老板，这茶杯多少钱呀？哦，这个5000块钱。老板，这什么呀？就5000？这是古代的小茶碗啊，老东西，很值钱的。我看一般。老板，这个茶杯500块钱卖我吧，我就图一乐。 3000。1000。小伙子，你可别被老板骗了，古玩这水深得很呢。这个茶碗我就出1000。成交，成交。新的能力觉醒了，感觉体内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能量。1000块钱干什么不好？买个这小破茶碗。哎，古玩都是一锤子买卖，你情我愿的，咱可别反悔啊！不反悔，这剑斩可真是个好宝贝啊！啊？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先走了，先去测试一下新能力。
难不成那茶杯是个宝贝？走，放开我！段青，法印在这里，你自己来拿。林司长，你给我听好了，跟我弟弟打一场，你要是赢了，我就放人质；输了，人质和宝贝都留下。得来全不费工夫，只要保证燕婉小姐的安全，这些小喽啰对付起来易如反掌。好，听他们说你很强，作为拳王，我也很强。少废话，赶紧动手吧。很好，很有精神。神眼开！弟弟，就这地下拳王，还有谁想动手？我愿意交换人质，这才对嘛。走吧。可是那法印，那个是赝品，真的在这儿呢。不对呀，这法印不对，这是假货。林思成，你敢骗我？兵不厌诈嘛。我跟你拼了！上！叶老的收藏室也是你能进的。无妨，都不是外人，你们两个跟我来。子道，照顾好大家。是。这些不会也是赝品吧？全部赝品。这里就是我的收藏室了，简直堪比荣宝楼了。荣宝楼是整个西京最大的鉴宝行，我这里怎么能比得了啊？你关门干什么？我呢，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叶老。什么问题？这个是清朝的珐琅彩吧？没错。你看看。假的？嘘，这是珍宝楼送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不止这一件，你再看看其他的。这些都是假的。哎呦，叶老，先别约，现在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还有，这就是法印，这就是法印。这法印看起来和我们那个赝品长得确实很相似啊。炙杀手天铁法印真品清代，当前价格500万，20年后价格5000万。5000万，让我找了一路，今天必须收入囊中。可是我们只剩500万，这够吗？足以。这件法印的价值我就不多介绍了，传说中的物件，300万起价。我出310万，我出320万，我出400万，都给我识相点啊！400万一次，400万2次，400万，410万。这小子真是不要命了，刚才已经捞到金冠了，他怎么就不知道见好就收呢？恐怕凶多吉少喽。你好大的胆子！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呢公平竞价，450万，最后一次机会。小伙子，你就别再报价了，何必呢？段老板这是已经在给你台阶下了。460万，找死！哎，段老板，你再废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给我上！你在这里干嘛？又想耍诈？怎么了？我玩玩还不行啊？我又不拿奖金。行吧，反正我有透视神眼，这比赛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帝王绿我要了，奖金我也要。各位选手，挑选玉石吧。神眼开。帝王绿当前价值500万，20年后价值6000万。真的有？我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先试探一下。哎，看什么看？这是我先看上的。你不是很会选石头吗？接着挑吧。切，蠢货！各位选手已经选定，那就开始开吧。且慢，你干什么啊？我劝你老实点。昨天林先生和我打赌，我就看出了林先生在赌石方面非同凡响，所以今天趁着这个机会，我决定和林先生再赌一场，有好戏看了。好啊，你要怎么赌？赌注还是500万，就比谁的玉石值钱。没见过这么败家的，昨天送了500万不够，今天还要送，那就开始吧。丧乱贴临摹本，当前价值700万，20年后价值7000万。王羲之散乱帖的唐代临摹本，这玩意儿唐代的时候就到东瀛了。不过虽然珍贵，但是绝对不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时间到，这第二轮我看没什么好说的了吧？
珍宝楼的这件是三乱帖的唐代临摹本。荣宝楼的这件事，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哇，这就是《兰亭集序》的真品，百闻不如一见。我宣布，第2轮，荣宝楼得2分，珍宝楼得1分，荣宝楼3比2领先。李思成，你别得意，这最后一轮我绝对杀你。那你来试试，叛徒！我一定给你开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价格。现在手上这3件宝贝虽然值钱，但是未来升值空间有限，倒不如直接卖给江老板。哎，江老板，我这本来就是要直接卖给你们荣宝楼的，不如我现在直接给你。好呀，这元青花50万，鱼形燕40万，乾隆多色釉大瓶60万，一共是150万。成交。把钱给他，东西拿回荣宝楼。荣宝楼的实力就是雄厚啊，160万的东西说拿下就拿下。哎，对了，一会儿呢，有古玩协会的会长陪同著名的文物修复大师一起过来，到时候他们要拍卖最近修复的瓷器，你可要帮我长长眼。江老板，你眼光都这么好了，还需要我帮你长眼啊？你是我见过鉴宝师里眼光最好的。这江彦婉连识人也这么独到，这话说的差点让我以为他知道我有透视神眼，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们去舞台那边吧。当当当当，林先生，您又有宝贝了。哎，运气比较好，来看看这个。这是？这个就是个木雕，龙眼木，木质紧实，纹路细腻，特别适合雕刻。这件的雕工也是校园派的作品。江老板，你给估价呗。这个不超过40万，而且升值空间有上限。你这碗倒是能卖100万，你卖吗？这江彦婉有实力啊，估价这么准。这碗我就不卖了，就卖这个龙眼木的木雕，40万。成交。40万。哎，林先生，你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宝贝，都一并拿过来。荣宝楼可是来者不拒啊。行，要是再有出售的，一定找你。好。这群芳献瑞碗，当前价格仅仅100万，但是20年后是1500万，这升值空间这么大，我才舍不得卖呢。不过放我出租屋里也太不安全了吧？升值，出售4合院，神爷开！去，把洞给我填了去。啊，填不填？填。你们2个不想做老板？不想。我呢，给你们俩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啊？什么？填。你们俩呢，带我去找那个文物贩子，然后让我潜伏进去，我就放了你们。不然的话啊，就等着进警察局吧。好，我们帮你。先填。挖到好东西了？没有，你们来干什么？陶老大，我给您介绍个人。这么多文物啊！这位是林先生，是来买文物的。混蛋！这里是什么地方啊？你竟然敢带着一个外人来这里！没。陶老大，别动怒啊！我呀，有的是钱。哎，查哈老板，我们怎么能去参加这场拍卖会啊？去了也没用，你们想拿到天田法印，简直是天方夜谭。为什么？现在业内盯着这个法印的人太多了，而且黑道上的人也想得到它。我们做小本生意的就别惦记了，去了也没用。哎，无妨，我们2人就是去看看这法印的真迹，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我们珍宝馆跟协会好的都有门票，2位要想去的话，1万1张。居然要1万1张，等我去了拍卖会，一定要翻倍赚回来。行，老板，我要了。来，这个拍卖会的地址在门票上，祝2位好运。行，谢谢老板了啊。那个座位怎么是空的？估计啊，是有一位重量级嘉宾，我们的竞拍对手也就是他。欢迎各位老板来到拍卖会场，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拍卖会正式开始。
被发现了！好你个窃贼啊，竟敢偷窃叶老的收藏！想跑，神眼开！哎呀，这股力量，神眼突破了。你是谁？枉死道，我待你可不薄啊！怎么会是你？叶老，要不是这个什么林思成把这件事情戳破了，我还会给你养老送终。但是现在，你要做什么？你们都得死！不好，天老小心！沈巍，说，把叶老的宝贝都藏到哪儿去了？我卖了。这江老板一介女流，不但有强悍的鉴定能力，估价能力也可见一斑。但他一定想不到，明远湖未来会升值到1200万。江老板，你还真是好眼光，连明远湖都收入囊中了。林先生，你要是想捡漏的话，明天可以去参加鉴宝大会，届时会有民间藏主拿着自己的宝贝去卖，能不能捡到漏就看你了。鉴宝大会？那就多谢老板指点啊。这可是好东西啊，正儿八经的清代青花瓷，祖上留下来的。要多少5万？5万？要不了，要不了。就是啊，我看这最多就值3000。青花瓷罐真品元代，当前价值50万，20年后价值60万。不是清代的，是元青花，拿下绝对赚。各位啊，真心想要3万，不能再少了。老板，3万我要了。可是，像这种瓦当壶，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那其他2件怎么办？林思成，你一定要帮一下荣宝楼。如果你这次能帮荣宝楼渡过难关，那我愿意把荣宝楼2亿的股份都给你。是时候了，叶婉小姐，我一定会帮你的。你现在跟我来一个地方。去哪儿？去我的收藏室，走。这么多？这里呢，就是我所有的收藏了，还有几件你也很熟悉。你看，支扎手天铁法印，还有呢，兰亭集序，这2件呢，算是我最值钱的收藏了，在国内算是最顶级的文物了。我相信，就算东瀛文物会社再厉害，他也拿不出这么厉害的文物。那这样子的话，那真是太好了，我们赢定了。叶婉，咱们还是不能大意。我的想法是将支扎手天铁法印作为第1件斗宝藏品，其次呢是兰亭集序，最后再是这瓦当壶。这样，就算他们用田忌赛马的方法，也很难赢得胜利。就这么办。神眼开。四合院当前价值200万，20年后价值5000万。我去，这投资4合院才是大手笔啊！这样我既有了住处，又能坐等升值，还能存放宝贝。我现在就去。这4合院真不错啊。做什么的呀？哦，我是来买4合院的。好啊，那个是这样，我儿子呢在西方读书，如今毕业了，想着留在那边。他说在那边刷个盘子都挣钱，这外国的月亮就是圆。我想着把这房子卖了去赔他。你想卖多少钱啊？200万就行。我估计老房子也不值钱，涨不上去。我能去那屋里看看吗？好啊，来吧。好。这里面装修真不错啊，你确定卖？确定卖。这些东西都要带走吗？嗨，带啥呀？这些都是一堆破烂货，我只带上我那只八哥就行了。哦，你今天要是能把钱给我，我今天就买票找我儿子去了。这我是松下的客户来提货的。票据啊，好，搬货。就这些了，走。就这么点儿？我只有这一点权限。出来！什么人？搞定！此地不宜久留，先把这些文物收进灵宝空间吧。嘿，光这文物的价值就已经上亿了吧？苗人入侵仓库，寻求支援。喂，
你是什么人？敢抢我们东瀛文物社的东西？你是这儿的老板？是社长。100万，我买了。大家快来看，这真有个傻子花100万买假货。小姑娘，你花100万，你不会真的以为这是九峰寒翠图吧？老板，你卖不卖？你们识货，给你们了。还下100万，这钱给我多好啊！好。果然是画中画，居然是画中画，看来我的画工还需要再精进呢。老板，敢问？叫我鬼谷就行，走吧，我这就带你们过去。好。栾老板，他们过关了。鬼谷先生辛苦了。那你们聊，我就先回去了。这栾老板是个孩子。二位看看吧。栾老板，这是？今天有大货，你要是能看出来，就便宜卖你们。这经文为什么差价这么大？老板，这个怎么卖？这个砚台可是有年代的，1万块。500。要不再涨点，3000。1000。给你了。神眼，开！明代御赐鱼形砚真品，当前价格40万。明代御赐鱼形砚，这珍宝楼的鉴宝师还是有两下子的。乾隆多色釉大瓶真品，当前价格60万。居然是乾隆多色釉大瓶，用它当咸菜罐子，着实可惜啊！价值60万，就选它了。哎，老板，这是什么？这是我家腌芹菜的缸子，我看它也有些年代了，就拿出来看看。500块钱，我要了。哎，行，500，给。喏。哎呀，哇，神也升级了。乾隆多色釉大瓶数据：体型、材质，我现在可以看到物品的详细数据了。对呀，这不就证实了剩下的石头里根本就没有玉。陈少，这些石头都是从库里拉来的，虽然没有做标记，但数量这么多，也能开出好东西。好，赌就赌，爽快，开始吧。什么都没有，慌什么？这才第一块，再来。我看这块就能出货。又是什么都没有啊！我自己来。还是没出，这不还是没有吗？最后一块了。陈老板，别磨了，再磨就成粉了。哎，走走走，滚出去！你干嘛？你当我是傻子吗？拿个鸡毛掸子当宝贝？等一下，这个鸡毛掸子让我看一眼。你会鉴宝吗？不行就把你们掌柜喊过来。我是荣宝楼的首席鉴定师，同时也是掌柜。哦，这是普稀，这个是溥仪的从弟，也就是爱新觉罗溥心之物，寓意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错，这个鸡毛掸子确实是真迹。你差点错失了一个好宝贝，扣你200工资。对不起，师傅。敢问尊姓大名啊？哦，我叫林思成。林先生，这个鸡毛掸子，我判断市场行情在8万左右。既然刚刚荣宝楼得罪林先生在先，那我出价10万，您意下如何？这江燕婉的估价与神眼估价相当，10万确实包含了赔罪的价格。10万成交。还不拿钱来？大哥，这东西是个假货，你要了？小子，你还是太年轻。这法印的磨损、包浆，绝对是清代。就是，不懂别乱说。这可是正品。老板，这玩意儿啊，上面那个吱喳兽，也就是老虎啊，都趴反了啊！真的吗？大哥，这东西就是一个老假货，不值钱。原来是个老家伙。这样，那我不要了。我说，你们是来找茬的吧？自己不买，还不让我做生意？别呀，老板，谁说我不买了？
这东西3000块钱我买了。3000不卖，就算是假货，我这也有年头了。5000不能再多了。拿钱拿钱。大家伙都看着呢，你想耍赖啊？啊？你等着，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林思成，你也来了。江老板，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就寻你淘到宝贝啊！是荣宝楼的江老板啊，真是个大美人啊！嗨，这元青花不错，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居然还有明代的御赐鱼形宴，乾隆多色又大瓶啊！这些呢，是我刚才跟珍宝楼的鉴宝师比赛赢来的。珍宝楼的鉴宝师向来霸道，他们仗着自己的能力，在古玩界欺负他人。你赢了他，也算是除暴安良了。你得到这样的好宝贝，可一定要来荣宝楼，我一定给你开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价格。就咱们这次拿到的东西，已经够咱们花半辈子了。没错。哎，咱们的古董呢？什么东西没了？看，我们东西去哪了？这东西去哪了？什么人？别找了啊！你们2个挖掘的赃物我已经没收了。什么？嘿，你敢在我们兄弟头上动土，我看你活腻歪了！哎，你们2个挖掘国宝啊，那就是丧尽天良。说吧，要把东西卖到哪儿去啊？谁会告诉你啊？就你找死！神眼，好强！这！哎，想跑？哎，不跑！今天在李大叔家里边收购文物的是不是你们？是。说东西呢？卖了，卖给谁了？说不说？哎，我说，我们卖给那个文物贩子，我们就是个盗墓贼，赚点辛苦费。是，你就别为难我们2个了。你，哎呀，群芳献瑞婉，耀州瑶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明远壶，准提陀罗尼金宝塔。这几件宝贝，在20年后都是千万级别的宝贝啊！嘿，这4件宝贝都是张安氏墓中的宝贝。曾经考古团队发掘3年，张安氏和其子孙的墓葬共14座，只有1座墓没有被盗取。若不是趁着出售截胡填平墓穴，恐怕历史还会重演。那这4件宝贝就当做给我的奖励吧。林思成，你来了。你忙着呢。你来了，我就不忙了。又带什么宝贝了？看看你认不认得。这2件宝贝有点意思啊。珍宝楼那个是什么印啊？那个荣宝楼亮的是个什么东西？没见过呀。计时1分钟，开始鉴宝。只有1分钟，东西还没看清呢。难度还挺高的呀。神眼开。汉倭奴国王金印，真品，当前价值600万，20年后价值6000万。啊，东瀛奴王国金印都搬出来了。这个金印是华国汉光武帝赠送给东瀛奴国王的，当前能值600万，20年后至少6000万。能够胜过支扎兽天铁法印的并不多，但这金印就是其中之一。时间到。哎，林思成，你来了，怎么样？有没有好寿礼？巧了，还真让我找到了合适的寿礼。这不会是元婴寿碟吧？不愧是燕婉小姐。居然真的是元婴寿碟，这是当年和珅主持给乾隆皇帝的寿礼，由130个清章组成的元婴寿碟啊，真有你的。这个价值400万，还有100万的报酬。你把钱送到林思成家里去。好。时间不早了，我们去叶老家中吧。好。夜晚来了。叶老。哎。燕婉姐姐。叶雅，你从国外留学回来了？对。
是你啊！你好。你们居然还敢来！啊！还敢装傻！小心！你这秃驴是不是认错人了？你叫我什么？看来讲话是讲不清了。神眼开！好强的力道！你真的认错人了。我们呀，真的是第一次来这里。阿弥陀佛，贫僧乃青藏密宗寺上师，不知施主来此有何贵干？我们呢是根据这天宗经文来寻找传说中的支扎兽天铁法印的。那原来是这样。林司长，你来了啊，这些是上次在远洋码头带回来的其他古董，全都是真的，卖到你这儿。这么多？没办法，叛徒多嘛，把国宝都卖给东瀛了。那你不打算把兰亭集序卖给我？因家里正好有个空旷的地方，可以挂一幅兰亭集序。这兰亭集序未来价值至少8000万，怎么可能现在卖？好吧，那一共是800万。行，来800万。走了。现在看就舒服多了，价值8000万的兰亭集序。哎呀，林先生，不好了！林先生，怎么了？珍宝楼联合了其他鉴定商，要围剿荣宝楼。什么？走。这是10万现金。这真不愧是西京古玩市场最大的古玩店，这个年代一口气就拿出1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这个是我的名片，我不仅是荣宝楼的首席鉴定师，同时也是古玩协会的副会长。哎呀，原来是江会长，幸会幸会。林先生以后要是有任何的宝贝，都可以拿到荣宝楼来，我绝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好，这么轻松就赚了10万，这个时代的好宝贝真是多。再看看能不能淘到什么好东西。哎呦，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惊奇，一定是百年难遇的练武奇才啊！这2本绝世秘籍便宜卖给你，5000块钱一本。古籍赝品当前价格5块，20年后价格10块。老板，我看你还是留着自己修炼吧。我祝你啊早日成仙。哎，但是20年后都是千万级的宝物，我自己珍藏，剩下的可以卖给荣宝楼变现。那叶婉小姐，这降魔杵、紫金釉西沙撒金箔，还有这天铁法印和吐蕃金冠，我就留下了，剩下的我就卖给你荣宝楼。好，那我算算，一共450万。行，给450万。哎呀，3000万，5000万。不知道那位上师要知道降魔杵20年后值1800万是什么心情？不错，再接再厉，继续捡漏。当然准备好了，你看，都在这儿呢。松下先生，您看看这2件怎么样？富山炉真品，当前价格120万，20年后150万。玉武人真品，当前价格80万，20年后100万。富山炉和玉武人，这都是张安师墓中的文物。炉子和玉器这2件，介绍一下吧。是这样的，这2件东西呢是前段时间刚倒回来的，还没有做过什么检测。不过呢，这个粗略估计应该是汉代的文物。如果没有什么好的解释，这2件东西我最多给你10万。10万？必须没有什么好的出处，不然我也不好交代。行吧。这群文物贩子还是一帮蠢货，10万就贱卖了这2件价值连城的宝贝。慢着，你要干什么？陶老大，这2件宝物我也很喜欢，我出20万。把我那个宝塔拿过来。这个好宝贝。准提陀罗离经宝塔真品，清康熙年间，当前价值传说中的准提陀罗离经宝塔1700竟然在这个文物贩子手里，未来价值1700万，这个绝对不能放走。2位请看，
这个可是个好东西，这是我的镇店之宝，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拿出来的。今天呢，看二位竞价这么激烈，我也不能让二位空手而归呀，是不是？这个有什么出处吗？哎，这可就大有来头了啊！二位请看，这可是清代的准提陀罗尼经宝塔，从上至下13层，顶轮、华盖、仰月宝珠、莲花塔刹，那是一样都不缺。关键是这塔身上还刻着佛教密宗的往生咒，也就是准提陀罗尼经。你干什么？一会儿就知道了。各位啊，我这块石头就是带标记的，虽然呢这里面的玉石质量不太好，但却是在全场中唯一一块含玉的石头。真的假的？反正我是不敢在这里赌了。你别瞎说啊！老板，你敢不敢赌？我凭什么跟你赌？你不赌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啊？我这些石头可都是要卖的，我怎么可能全开呀？那我全包了。全包了？全包了？除了我手里这块，你但凡开出一块带玉的，我就按市场10倍的价格赔给你。如果没有了，你就赔我500万。另外呢，给江小姐啊跪下道歉，然后关门，滚出古玩市场。怎么不敢赌啊？难道陈老板心里有鬼？岂有此理！居然主意打到我的头上，我绝不会放过他。呀，你先息怒，现在当务之急是抓到这个调包的是谁。司成，只要你帮我找到这个凶手，我奖励你1000万。你要是能帮我把宝贝找回来，我另有奖励。我一定全力以赴。林思成，看你这么胸有成竹，是已经有计划了？倒是有一计，但是要看叶老舍不舍得。但说无妨。既然这人想要叶老的宝贝，那兰亭集序图是叶老镇宅之宝，肯定是他最重要的目标。你要用兰亭集序图当做诱饵？没错，而且我要逼这个凶手今晚就动手。我怎么配合？我决定用荣宝楼的名义借兰亭集序图去展览1个月。我明白了，1个月之久变数太大，一定会今晚就调包。咱们现在就开始。走。爸，是陈老爷。哎呀，看来这位就是赌石坊的真老板。别叫我爸，我让你出来开店是来锻炼一下，这才开业第1天啊！你把我陈氏赌石坊的声誉败得干干净净啊！不是啊，爸，是他们先找茬的。那这些石头都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可都是咱们自己的石头啊！给我住嘴，给我跪下！哎，请问这位就是荣宝楼的江老板是吧？幸会幸会。陈老板，今日之事，都是我教子无方，我代他向诸位道歉，对不住各位了啊！对不住，对不住。这陈老爷果然不一般，这么一个大老板，竟然能当众拉下脸面道歉。这位就是林先生吧？您的赌注我来赔。你问那么多干嘛？快赔钱！多少钱？2000。这孩子不知道这艳鱼同灯的价值啊！现在能告诉我了吧？我叫李珍，这个是我从家里拿的，我爸让我赶快卖掉。从家里拿的？你家还有吗？还多着呢。哎，小姑娘，带我去你家，这东西我都要，有多少我都买了。真的？那你跟我来吧。好。爸，我回来了。女儿，东西卖掉了没有？卖掉了，而且这个大哥说要买下咱们家所有的东西。叔叔好。你好。像这样的东西我都要了，你们这儿还有吗？本来还有一些，刚刚来了一伙人，全部买走了，给了5000呢。有人截胡了，5000块钱全买走了，这伙人一定不一般。那这些东西你是从哪儿得到的？吐蕃金冠全称是龙凤纹理鎏金银王冠，凤冠由镶嵌着5颗绿松石的花瓣构成，凤身上的一簇连珠纹团花由外圈的14颗绿松石、里圈的小长条形绿松石和中心的蓝宝石3层组成。这才是好宝贝呢。多少钱？起拍价100万。爷们，这是个宝贝，我们务必得拿下。可是我怕带的资金不够，我们后边还要冲击法印呢。没关系，有那个段新在，法印的价格不会很高，他会帮我们压价格的。好，那先拿下金冠。120万，150万，160万，170万，180万。小子，你叫什么？敢跟我叫板？跟我们老大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我呢，林思成，只想着跟大家公平竞价。咋了？怎么你们想砸人家场子？哼，你找死！
啊？为什么什么都没有？陈少爷运气不佳呀。大家快看，是顶级帝王绿！我去，帝王绿，你的竟然是帝王绿！500万赌注，100万奖金，顶级帝王绿到手。恭喜你，林先生，一共600万，这是你的了。爸，多谢陈老爷子。所有人听着，我以后跟这人断绝父子关系。爸，你，陈少，对不住了。爸！陈老爷子，这是您做过最明智的决定。唉，趁着我还年轻，是时候生2胎了。告辞。神眼，看！哇，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哇！我真没想到，吸收了古董的灵力，竟然能让我一拳打爆巨石。大姐，什么人？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哼，谁派你们来的？受人之托，揪出你那个贱斩。哦，原来是那个古玩老板找来的，真够黑的呀！看见宝贝就抢。废话少说。在我的神眼之下，他们的动作也太慢了，就这本事还想打劫我？大哥，嘿嘿。耽误我时间。哇，不过这神眼的力量是真好用啊，以后再也不怕无赖动手打架了。厉害呀，厉害啊！但是比我这件呢还差点。不可能吧？是啊，这怎么太不可能了？40万！就是啊，那老子今天倒是要看看你这宝贝真有那么好。大家来看啊，平长口。竖颈，颈下见广，瓜棱腹，圈足外撇，颈部两侧为贴金彩魁形耳，腹部是12个季兰地描金开光，底部至大清乾隆年制6字款，此物为乾隆多色釉大瓶。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什么？这真的是乾隆多色釉大瓶？我竟然会错过这样的宝贝！怎么样？我这宝贝啊，至少值60万。王彪还不认输？这宝贝摊子居然值60万！没想到这小小的摊位上竟然出现2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啊！怎么，大家伙都看着呢？你想耍赖啊？这……你难道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吗？各位啊，咱们这一行啊，有先来后到，那也有价高者得，不是吗？苏夏先生，这位林先生说的是有道理的。你看，咱们都是生意人是吧？这人家出高价了，我们也无法拒绝，你说是吧？好吧，这2件物品我出30万。40万。林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跟我们作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你们是谁啊？那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东瀛文物会社的专员。你真的要得罪我们吗？我管你是谁呢！我想要这宝贝，要么出价，要么就闭嘴。哼，不识时务。陶老板，这2件物品让给他了。好。还有其他的吗？有，当然有。来人呐，把我那宝塔拿过来。真是个好宝贝。苏夏先生，你们东瀛对佛教那是很有研究的，我相信这件藏品您拿回你们集团后，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多少钱？这个嘛。200万，我要了。好，250万。阁下，非要如此吗？要你管啊！我明白了，他是你找的托吧？苏夏先生，咱们可是老交情、老朋友了，我怎么可能找个托赚您的钱呢？我又走了，下次他不在的时候，我再来。苏夏先生，行了，让他走吧。林先生，一共是290万，您打算怎么付款呢？这么容易就能让我们找到？二位，看上我这法印了？这法印可是失传已久的支扎兽天铁法印，价值连城啊！老板，这法印多少钱？500万啊！500万？别惊讶呀，500万不贵啊，这可是密宗至宝。这东西至少是清代。你也觉得这是真的？年代是对的。神眼，赝品，清代当前价格20万，20年后价格10万。朝代是清代，但这是赝品。我明白了，这是个老家伙，应该是过去某个人按照正品仿制的，流传到了现在。但是其样貌足以以假乱真，作为诱饵，再适合不过了。怎么样？你们要吗？我要了。
只要是头就行。我是来将这些文物物归原主的。这个人在说什么？不管了，给我做掉他！神威！哼哼，现在能听懂了吗？请您指示。从现在开始，东瀛文物会社关门。再让我看到你们到华国掠夺文物，我就不是带走那么简单了，听见没？嘿！哼。哎呀，终于可以休息了。现在只需要坐等这些文物升值就行了。喂，燕文小姐，你还在家里躺着休息呢？现在荣宝楼，你也是老板，赶快来！哦，来了，开。怎么样？还有意见？撤，快撤！好，打得好！小子，就冲你今天打败了段信，以后来我们店消费，我们给你打99折。那个没什么，我就是想和大家伙公平结价嘛。啊，继续吧。好，460万一次，460万2次，460万，成交。恭喜林先生，这件法印是你的了。终于到手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今天你得罪了段兴，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无妨，他们不是我们对手。时间到，下面请珍宝楼发言。荣宝楼这件是曼生瓦当壶，李思成，你肯定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吧？珍宝楼的这件是商朝虎食人俑，那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你都知道？当然认得。我宣布，双方藏品价值相当，本局各得2分，总分5比4，荣宝楼获胜。恭喜！不可！根据赌约，你珍宝楼要将50件藏品流入市场，并且这3件藏品都归我。愿赌服输，抛售藏品。整个古玩界的人可都看着呢，你们珍宝楼该不会是想耍赖吧？诸位，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这王彪是我们华国古玩界的叛徒。这2人捡的什么漏啊？可这一点都不值钱。一个破砚台，一个腌咸菜罐子，送我都不要。怎么样？准备好跪下，给我认输了吧？这么自信，那就你先亮宝吧。好，各位啊，这是明代的御赐鱼形砚，这下面刻有玉印，鱼形顺滑，活灵活现，而且这材质为水云母泥制石板，材料也是上等的绿石啊。真的假的？这看着怎么是黑的呀？哼，真的绿了！天哪，这是明代御赐鱼形砚！这王彪有两下子啊！这小伙凶多吉少啊！我这明代御赐鱼形砚呢，价值40万，你还不认输？厉害呀，厉害啊！但是比我这件呢还差点。怎么会用得到蓝料和青料啊？对啊，这说什么？果然是1235。对啊，这是素底白花海水纹眉瓶，就算是用了少量的黄油，也不可能发出绿色的荧光。就是啊。那为什么会是绿色呢？那是因为啊，这个所谓的大师在材料里面用了平化油，而且啊是半衰期的，所以呢，他修复的文物才会如此的那么真，就连最专业的检测碳14都骗过去了。原来如此，会长，这个人在胡说八道，就不管管吗？这关会长，你也不信我说的话？仅凭你一面之词，这就……那你要是不信的话，要不你拿着这素底白花海水纹眉瓶，好好欣赏欣赏。怎么，你不敢啊？那就把这瓶子给庄大师，让他自己好好欣赏欣赏自己的作品。黄彪，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们荣宝楼垄断市场，把我们其他鉴宝行逼得根本没有生意。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你要不要听听你们在说什么？这市场上优胜劣汰，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不管，我们要活，我们要活！抵制荣宝楼一家独大，抵制荣宝楼一家独大！黄彪，你可真够不要脸的！你们珍宝楼赚的也不少了，带着这些老板在我这里要死要活，你是何居心？我是伸张正义。哟，这不是王彪吗？你这天天欺行霸市的，从你嘴里还能说出伸张正义这句话呢？李思成，你是荣宝楼独大的最大帮凶。这纹身那天晚上在远洋码头卖宝贝的是王彪。抓我干什么？
说，你是不是来捣乱的？是不是王彪派你来的？把他给我赶出去！走！哎呦，荣宝楼打人啦，没天理了呀！我就是来免费鉴宝的，你不能看见我不喜欢我就打我呀！哎呦！荣宝楼要把这人赶走！哎呀，你们店大欺客，仗势欺人！哎呀，真是个无赖，给我赶走他！江燕吧，这样怕是影响不好。先看看这家伙要干嘛。站起来吧，看看你带了啥东西。哎呀，这可是我的传家宝呀！我也是走投无路才过来变卖这个家当的。行了，赶紧把宝贝拿出来吧。你别得意，这最后一关我绝杀你！那就来试试啊，叛徒。第3轮决胜局开始。怎么是空的？亮宝。这是什么？不知道啊，看着挺瘆人的。林司长，加油啊！这个难道是神眼？开！商朝50人有真品，当前价格800万，20年后价格1亿。这个是真的，这价值跟当壶价值相当。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真品，后来战争时期掠夺到了东瀛。这些3件国宝今天必须重回故土。这是什么？这是本教的布画，画的是雍正本教的武坛本部本尊之一瓦塞昂巴。这方面我还真不了解，这值钱吗？这画是新的，但是这右下角的经文是老的，虽是梵文，但架构工整，书写飘逸，也符合年代特征。难道说这经文的价值在于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信息？这文章记载的是传说中的至宝天铁法印的信息，这就是一幅藏宝图啊！据说找到天铁法印的人能够得到赐福，获得大量财宝，世代荣华。栾老板，你这画怎么卖啊500万。500万，这连古董都算不上，你要500万？那我要是只要这右下角的经文呢？只要经文50万。来，鬼市永远只服务于识货的人。100万奖金，顶级帝王绿，真的假的？赌石大赛100万奖金，这我必须来玩玩了。哎，亚马小姐，你去参加吗？我对赌石啊不感兴趣了。哦，好吧。参赛的报名费是20万，大家如果谁想参加，现在就能报名。报名！我报名！陈老板，我也参加。好。赌石大赛的规则非常简单，每人只有1次机会，谁切出的玉石品质最好，价值最高，谁就赢。场上的玉石都是随机挑选的，没有任何人动过手脚，保证绝对公平公正。执此经文者可以得到法力，但是什么？因为战乱，前任上师带着法印离开，后来了无音讯，所以法印早就不在四周了。看来我们白跑一趟了。看来没什么办法了，走吧。但是最近倒也是有些传闻。什么传闻？如果2位施主能够支持本次修建，我倒是可以告诉2位。多少钱？法器50万一件，就看施主心意了。50万，上师你……阿弥陀佛。各位，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油黄呢，本来就是颜料，因为能产生类似于夜光效果的放射性荧光，所以啊，在壁画、古瓷修复中会用油黄来恢复历史的色彩。原来是这样啊，还真以为用了油。大师真不愧是大师啊！看来是这小子学艺不精，在这里咋咋呼呼的。就是，赶紧走吧，别在这丢人了。你们啊，要被人害死了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庄大师，我问你啊，你说你这用的是油黄，那为什么发着绿光啊？因为油黄和其他颜色混合就会变色呗。那我再问问你啊，跟什么颜色混合才会发出这绿光啊？油黄不管以清料还是蓝料中和，都会变成绿色。可这个可是素底，白花海水纹没瓶，怎么会用得到蓝料和清料啊？这一箱500万是我赔给林先生的赌注，这一箱是赔给江老板的赌石款。这个方案，您2位是否还满意呀？闻言，赌石坊陈老板匠人一鸣失礼，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陈老板，以后啊，你还是找个靠谱的人开分店吧。多谢提醒。今天的事情呢，就到此为止，让大家见笑了啊。为了恢复我们陈氏赌石坊的声誉，明天我们将在这里举行赌石大赛。届时参赛的所有选手都有机会获得100万大奖，并且有机会切开顶级的帝王绿。你要是能开出来，我给你100万。真开出来了，真的有。怎么样，江老板？我也不要你的100万，陪我睡一觉怎么样？陈老板，你要点脸吧！你弄块标记的石头随便开出来做做样子，就在这儿讹人，你糊弄谁呢？林思成，小子你谁呀？这没你事情起开！管我是谁啊！光天化日之下就这么讹人，你们新店开张一点信誉都不讲。哎，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啊！深夜，开！找到了。别拍了，江老板。怎么了，林思成？这件素底白花海水纹眉瓶，虽然说是修复的，但是我估价在250万上下。这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它的修复材料上的釉里面加了油。你傻了吧？修复瓷器当然要有油。林思成，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哎呀，它这修复材料啊，用的是核材料的油。啊，不是核材料油，核材料油，哪里来的外行？张口就污蔑人！保安呐，把这个挑事的人赶出去！哎，你们不信呢？你们没看这瓷瓶发着荧光，那可是核辐射啊！是啊，你看那核辐射那不害人的吗？他们怎么敢？哎，真的确实有一点发光。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难道说真的用了油啊？哎呦，我怎么知道这东西这么珍贵？看起来其貌不扬的。林先生，你有一双好眼力啊！叶老，这年轻人可不简单呢。当初在鬼市可是一眼就分辨出我精心布置的双层画。鬼谷先生过奖了，把这个放到收藏室去。是。叶老，那位是？那树头。哦，来，大家看看我的收藏吧。哈哈。来看看这幅明代画家仇英的《秋空翻燕图》。风风十迥度，逐履乍争飞，真是好作品。让我看看值多少钱。实验开。秋空翻燕图，赝品，当前价值100元，20年后价值50元。赝品。来，1号糯种翡翠，恭喜回本了。回本了，但是争夺奖金没机会了。2号墨玉，墨玉也是独树一帜啊，回家做个摆件还行。现在全场的焦点就是他们2个了。既然你们打了赌，那就同时揭晓吧。好，我赢定了。我叫林思成，不但重生到了20年前，还意外觉醒鉴宝神力。上一世我穷困潦倒，这一世我要大富大贵。千花瓷赝品，当前价值20块，20年后价值25块，5滴钱赝品。这双眼镜不但能鉴别物品，还能看到物品未来的价值。这千禧年正是古玩市场欣欣向荣之时，无数宝贝还流落民间，正是我大展身手的时候啊！哎，鸡毛掸子当前价值8万块，20年后价值10万。这什么鸡毛掸子能值8万块？哎，小伙子，来看看，我这好东西多着呢。原来是普星的鸡毛掸子。自从你的出现，这荣宝楼的藏品的流量扩大了将近10倍。可以这么说，这大半个京城古玩界的古董都进了荣宝楼。那你想怎么样？我要代替广大同行，向这荣宝楼发起挑战，斗宝！3日后，我们珍宝楼和荣宝楼各拿出3件藏品来比。如果我们赢了，你们荣宝楼必须吐出50件宝藏流入市场。如果我们赢了呢？你说，你们珍宝楼也要吐出50件古董流入市场，并且斗宝的3件宝贝要归我们荣宝楼。好。哎，师傅，
你们回来了。最近店里有什么事情吗？没事儿。这一次收获颇丰啊。是啊。这一趟你又出钱又出力的，咱们平分吧。平分？啊。萨拉，你想全都要啊？我不是想全都要，这一次你又救了我一次，所以这些都给你。真的？而且最开始的经文也是你找到的，我可没有什么功劳。降魔杵、紫金釉、西沙撒金箔、梵文天铁法印、吐蕃金冠，当下虽然仅仅只有几百万。我看你们这石头里根本就没有。江老板，你这话就是砸场子啊！你什么意思啊？我能有什么意思？但是您刚刚那话一说，我这新开的店以后生意可就没法做了。当我怕你啊？江老板，看来您这是蓄谋已久啊！少在这胡说八道！我搞古玩的，对你这赌石，井水不犯河水，没想着砸你场子。江老板，您可不能走啊！您这话往这一放，以后我这生意没法干了，必须赔钱。还想讹我？我开了10块玉石，一点玉都没见到。那说明你运气不好。我要是能开出玉怎么办？对呀，要是没有就拿起来，紧张什么呀？别丢份儿啊！看他怎么办。就是啊，庄大师，你自己拿着瓶子向我们证明一下。要是你自己敢拿，那我们也就放心了。拿呀拿呀，拿起来看看。算了吧，拿就拿吧。你们看，我拿起来了吧？真拿起来了，这么有的吗？拿起来了，错怪大师了。所以可以继续了吧？看你们看鼻子，流鼻血了，流血了，何福生真的是何福生，流鼻血了都。哎，他倒了，倒了！庄大师，快叫救护车！这算是厉害了吧？那是因为他活该。他呀，长期接触核辐射，就算是在修复文物的时候穿了防护服也没有用。真是报应。哎呀，林思成，这次真是多谢你了。要不是你，我就是买下梅瓶的人，到时候暴毙而亡的就是我了。江老板，你让我帮忙，我一定是竭尽全力的。叫我燕婉就好。行。燕婉，你这是？你不是想要这个明远壶吗？那我就把这个送给你当做谢礼了，反正这也就是60万的宝贝。这明远壶20年后可是1200万呀！啊，燕婉，那我就先收下了。那就祝燕婉小姐生意兴隆。好。我这会儿啊，再去那个古玩市场去看看去。要是有好宝贝啊，我一定拿来荣宝楼。林思成，承认你比我厉害，但就算是你击败了我，又能怎么样？东瀛文物会社会派比我更强大的人来。比你更强大？你们一个区区的小鉴宝行，也想跟我们世界文物收藏组织作对，痴心妄想。他说的没错。斩草必须除根，否则荣宝楼和华国古玩界永无安宁之日。那我就亲自去一趟东瀛文物会社。松下先生，想必东瀛文物会社文物很多吧？单是你们华国的文物就有几十万件。几十万件？那要值多少钱？带我去。你什么意思？带我去东瀛文物会社？不可能。嘿嘿。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古玩协会的斗宝现场。斗宝擂台是古玩界的八角笼，双方参赛者比鉴宝、比藏品，有专业的裁判打分。今天斗宝的双方是珍宝楼和荣宝楼。好，比赛分为3轮，鉴宝成功得1分，宝贝价格高得1分。3轮结束，分数高者获胜。那么现在第1轮开始，有请2位选手亮宝。现在这市场上的东西倒是有些老古董，但是都不值钱，算不上宝贝。要是能碰到个从地底下出土出来的古董就好了。哎呀，对不起，你把我当替换了，赔钱。哎呀，小姑娘，你怎么小年纪就出来讹人呢？哎，真品，朝代西汉，当前价值70万，未来这竟然是真品，当前价值70万。最重要的是，它来自张安世的陵墓。张安世是西汉重臣，麒麟阁的11功勋之一。最重要的是，今年好像张安世的墓还没有出世，难道有人盗了张安世的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
有喜，很好，大大的好人，我奖励你50万。有喜，我是最后来的吗？之后还有人来吗？你来晚了，你是最后一个来的。你不是上次那个人，你是谁？是你，林思成。别来无恙啊，松下一郎。这些文物是我们买来的，我们不卖。买来的，但是偷来的吧？那些我们是花了钱的。那些都是非卖品。现在到我给你们2个选择了，要么主动把这些文物交给我，要么我自己来拿。好大的口气！你们还是小心一点吧。这段星有一弟弟叫段阳，是地下拳场的拳王，实力非同小可。行，那就谢谢老板了。大功告成。这密宗至宝果然不一般了。咱们得赶紧撤了，此地不宜久留。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机场。走。燕婉小姐只是去个卫生间，怎么还没回来？喂，燕婉小姐。林思成，救我！拿完宝贝就想跑，哪有那么容易？段星，你把燕婉绑哪去了？林思成，你听好了，半个小时之内带着法印到城南采茶，不然的话，你敢动他一下试试？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带你去。能帮我订2张去东瀛的机票？你真要走吗？我要直捣黄龙。罗电子弹5弦琵琶，真品，当前价值1000万，20年后2亿。罗电子弹5弦琵琶，香消卧游图，真品，当前价值1500万，20年后3亿。香消卧游图，全都是宝贝啊！未来都是2、3亿的藏品，流落至此，太可惜了。有什么事情吗？我们来调货。他是谁？我怎么没见过？庄大师最近修复了一批文物，在我的再三邀请下，庄大师最终决定拿出一件修复的至宝公开拍卖，让大家都有收藏珍品的机会。好，不知道庄大师这次拿出来的是什么宝贝？是啊，哇塞，这是什么呀？这是素底白花海水纹眉瓶。这件素底白花海水纹眉瓶是我修复的集大成之作。接下来，请庄大师给大家讲一下这件素底白花海水纹眉瓶是怎么修复的。老大，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金冠，而是……我知道，我记住你们了。180万1次，180万2次，180万3次，成交。2000万到手。今天最后一件拍品，我想大家已经等不及了，就是传说中的支扎兽天铁法印。支扎兽天铁法印居然在这里，好想一睹真容啊！叶晚，我们苦苦追寻一路的法印，终于来了。这法印，我们势在必得。嘿，罗老板，你不卖了？我已经卖完了。叶晚，他整个摊位上最值钱的就是这个经文。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特别的。你可曾听说过支扎兽天铁法印？我在书上看到过，那不是传说中的宝贝吗？早就失传了，没人知道在哪儿。这上面就是记录了这天铁法印的位置。真的，没想到你还会梵文。会，啊，一点点。这上面只是粗略的记载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找一找。真的？去哪儿找啊？这上面的信息指向的是京城都钢楼。那我们明天就去找。快去找陈老爷。好，真的一个都没有。好啊，原来你们这陈氏赌师坊就是这么欺骗顾客的。陈，你他妈派来的卧底吧你？我真不是卧底啊，我真是冤枉啊！这都确定都是库里的。对啊，真是库里的。哎，行了，陈老板，该兑现承诺了。我什么承诺？赔我钱啊！然后呢，给江小姐下跪道歉，滚出这里！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滚刀肉是吧？这2位是
左边的是关兴民，古玩协会的会长；右边的是庄真吉，是很有名的文物修复大师。他修复的文物可以说是和原品几乎一致，甚至还能够骗过碳十四检测。这么厉害啊！欢迎大家来到鉴宝协会现场，我是古玩协会会长关兴民。今天我向各位同僚隆重的介绍文物修复大师庄真吉。用高岭土加磁石的2元配白，先筛再稀后沉，这样配出来的瓷胎胎质极白，且润且滑。这是这件梅瓶怎么看着怪怪的？神眼，看修复品，修复所用材料：高岭土、磁石、平化油。平化油，怪不得看着发出绿色的荧光，原来是用了平化油。尽管可能不多，但是如果谁要是买回家，岂不是害人性命？这件素底白花海水纹梅瓶，起拍价150万。我一定要拿下！160万，170万，180万，我出200万。别拍了，蒋老板。你好，那个寿桃宝石，我听叶雅说了，就是你提醒他那个寿桃的材质不对吧？可惜了，当时啊，应该多劝诫他一下。哎，你也别光说我啊！当时你挑选的那寿礼是什么东西啊？说我怎么相信你啊？你也挑选了寿礼？就是一个破纸片。这就是我们荣宝楼的寿礼，是委托林思成挑选的。就是这个东西。叶老，这个是元音寿碟。居然是元音寿碟！你们荣宝楼有心了，这可是乾隆爷的寿礼啊！叶雅，你错过了一件价值连城的好宝贝啊！思成啊，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从我们这个秋空翻验图开始，我就怀疑这有问题了。你是说外面那些画全是赝品，没有一件是真的？只有那个《兰亭集序》是真的。里边这些古玩和外边那些画作，不少都名家所赠，而且有些都是我亲自送给叶老的，绝对是正品。怎么现在全都成赝品了？这就是蹊跷之处，我怀疑是有人调包。调包？叶老啊是大收藏家，所以就算有人调包，不会有他人去分辨的。没错，就连我也没有注意到。而且这些赝品，其实看来都假得很明显。起拍价40万，50万，我出70万，70万一次，70万2次，70万3次，成交。恭喜这位先生获得这块和田玉璧，下面第2件物品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少卖关子。第2件拍品就是吐蕃金冠。神眼，吐蕃金冠真品，唐代当前价值200万，20年后价值2000万。吐蕃金冠居然是唐代吐蕃国的王冠，这王冠的主人是松赞干布。原本他的坟墓被盗了，金冠流失海外，没想到这一事在这里出现，我要必须截胡。松下先生，这下我的业绩也超过你了。要不是出现一个混蛋，我早就把文物拿到手里了。你那是不懂人心，还差最后一个人，他手上的可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兰亭集序》，你都得到手了？我只花了50万，是不是？我是来送宝贝的，《兰亭集序》。各位，荣宝楼免费鉴宝，这里就是荣宝楼，真是不同凡响。看来我这宝贝终于能卖上个好价钱了。那个人怎么看起来怪怪的？铜钱一共20枚，一共1万3。汝窑瓷碗3万，收了。哎，林思成，你看这个人。